为什么仅凭这一个画面，就让这一集成为高斯中的神回剧情？誰に知られることもない平凡な一生でしたけど、精一杯生きた。心から寂しいと思えるほど大切なもの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す。这是高斯中一个充满回忆和温暖的故事。当格拉尔凡出现时，天空中就会开启一道血光之门，它能冻结时间，并将人们带到回忆中去。这一集的叙事风格都很缓慢平静，让整个故事都充满回忆的气息。故事的开始，一个男孩望向窗外，看着手中的雪花之门，开始着他这次难以忘记的回忆。他是一名学习体育的初三学生，每天都会跑步保持状态，但今天他却没有了往日的激情。当他在太阳下休息的时候，听到一首伤感的音乐，一位老人正举着一个相框，静静地欣赏着音乐。他说他是在给住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格拉尔凡听听回忆的音乐，而他口中的格拉尔凡就住在雪花之门的另外一边。当小凡准备离开时，不小心撞到了旁边的留声机，一起将它修好之后，他向上野先生说起了他的经历。在比赛开始之前，他总会看到跑道上的光，以为会取得胜利，然后顺利参加全国大赛，但现实总是不尽人意。他以 0.2 秒的差距输掉了比赛，他的这个夏天也跟着结束了。所以即使仍在坚持跑步的他，却不知道到底在为什么而坚持。后来就慢慢和上野先生变得熟悉，他也开始了解上野先生口中的格拉尔凡。グラルファンってどんな生き物なの？グラルファンは伝説の生き物でね、人の心の奥の古い大切な思い出を目の前にそのまま蘇らせてくれます。他一直以为上野先生说的格拉尔凡是个童话故事，可直到几天后，天气骤降，甚至还下起了雪。后来他再次在街上看到了上野先生，这一次相框中的雪花之门已经打开。他说格拉尔凡将会在这个时候短暂停留，并将他带走，这个世界的时间也会短暂停止。到那时，爷爷就会跟着格拉尔凡一起离开。当小凡问起他为什么会想去到回忆中时，他看向了摆在屋内的照片，那是他的全家福。他的儿子和妻子都相继离世。他以前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给格拉尔凡播放的音乐就是他以前录制的演奏曲目。今は昔のようにはバイオリンを弾けませんが、それもこの年では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す。后来小凡回到家中，也思考起了爷爷给他说的回忆。僕はあの写真の頃のトマノさんを知らない。でも今のトマノさんには誰にもどうにもできないでっかい穴みたいな寂しさがあるんだと思った。当小凡在街上再次遇见林乃的时候，他说起了关于雪花之门的事。他们回到基地翻阅各种以前的书籍，最终找到了有关雪花之门的故事。当他们来到城市中时，城市的上空竟真的出现了雪花之门。当大门开启时，小凡闭着眼睛等待着时间的静止。没想到所有的时间真的停止在了这一刻。格拉尔凡静静地站在城市中央，欣赏着爷爷年轻时演奏的曲目。当小凡来到他的身边时，他正安静地欣赏着属于他的美好回忆，但他还不能离开，因为他意识到现在的他早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自己，这些都只属于当时的他，只会经历一次。小凡听后也幡然醒悟，一度っきりだから忘れない。一度っきりだから空っぽになるくらい何かに本気になったりする。但即使明白了这些，格拉尔凡终究也该回到他的世界。小凡带着林乃一起播放着音乐，武藏也平静地变身，用光为他指引回家的方向，帮助他开启回家的大门。在爷爷的注视下，格拉尔凡化为光离开了，回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之后雪花之门缓缓关闭，时间也全部恢复正常。当小凡再次找到爷爷时，他也要离开了，因为只要打开了雪花之门，这个人也会消失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中。誰に知られることもない平凡な一生でしたけど、精一杯生きた。心から寂しいと思えるほど大切なもの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たんです。在最后仅剩的时间里，向小凡说完他平凡的一生后，慢慢消失了。在剧中，格拉尔凡并不是破坏的象征，他更像是思念具象化的存在。他告诉我们，过去的回忆只属于当时的我们，即便可能我们因为当时的某一瞬间失去了什么，但都已经成为过去式。因为生活总要继续，那些珍贵的回忆不会真正消失，而是会变成另外一种力量，陪伴着我们走向未来。当初上野先生手中的卡片传承到了小凡的手中，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也成为了思念的延续。